一位美军司令日前公开表态，称美日两国将会联手阻止解放军解放台湾，并且要随时做好和中国摊牌的准备，口气可谓嚣张狂妄至极。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美国和日本正在扩大联合军事行动的合作和整合指挥链，目的就是进一步加强遏制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美国第3远征军司令、日本海军陆战队最高将领詹姆斯·比尔曼中将就在近日表示，美国和日本武装部队正在迅速整合指挥结构，因为美日准备防范与中国大陆可能发生的冲突。例如台海战争，目前他们正在提前为将来可能爆发的台海战争做准备。他认为解放军近年来大幅增加其在台湾附近军事演习的规模和强度，面对中国大陆日益强硬的态度，日本和菲律宾也在加强与美国的防务合作。日本方面正着手进行激进的安全政策转变，其中包括增加国防开支和部署能够打击中国领土的导弹，挑衅意味明显。詹姆斯·比尔曼中将统领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远征军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空地特遣部队，隶属于美国太平洋海军陆战队，能够迅速在东亚发起两栖登陆等作战行动。第3远征军拥有27000人的作战力量，比解放军的合成集团军规模还要小。第3远征军下辖海军陆战队第3师、第1航空联队、第3后勤群、第3远征旅、第31远征支队，可以说是一支陆空力量组成的军级部队。目前该部队驻扎在日本境内，也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唯一一支永久驻扎在美国境外的危机应对部队。该单位是海军陆战队未来干涉台海局势的核心，目前正在以建立专门在东亚和海峡快速秘密行动的小型单位部队，也就是所说的分散式战略，以对抗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比尔曼中将谈到解放军时，认为不应该过于夸大解放军的威胁，解放军不应被视为10英尺高的巨人，如果台海要爆发军事冲突，会有迹象和警告，足够让美日联军做好最充分的准备。不得不说，在台海问题上，最近美国方面一直在挑战大陆的底线，前面放话要给台军加量提供武器，后面又派遣驱逐舰穿越台海挑衅。现在美国的现役高级军官又公开声称要联合日本自卫队阻止解放军可能发起的武统行动，这些做法都是在破坏一中原则，这是十分危险的。英媒《欧亚时报》就发文表示，美军连续不断的挑衅行动可能会倒逼中国大陆出手，一旦大陆出手，美日联军根本反应不及。毕竟解放军可以在短时间内集中优势兵力速战速决解决台湾问题，解放军目前的海空陆力量完全可以在一岛链发起一场规模宏大的战役，以台军的抵抗能力在整个台岛上撑不过3天以上的时间，这点即便是台岛内的专家也承认。现在谁都知道台军的海军和空军就是摆设，战时根本起不了抵挡解放军的作用，其陆军部队更是烂泥扶不上墙，作战能力根本与解放军陆军无法相提并论。解放军在歼灭台海空军上岛后，台军的灭亡就已经注定，而如果美日联军想要阻挡解放军武统行动，就要往岛上增添兵力，包括比尔曼中将的第3远征军和日本陆自的部队都需要飞机和舰船才能运输到台岛上。但是仔细分析就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一旦中国大陆下定决心武统，势必会在台岛周边设立禁飞禁航区，尤其是会重点监视美日动向。如去年佩洛西窜台后，解放军便组织了相当强大的海空兵力，从台岛海域四周进行活动。同理，一旦解放军打算封锁台岛，那么在台岛周边将都是解放军的海空力量，根本没有美日干涉的机会。当然，要是美日执意硬闯，甚至主动攻击解放军，那么他们不仅无法向台岛投送兵力，本身也有被解放军偷家而无法自保的风险。毕竟，如果攻击解放军，那么在日本一线的美军基地，尤其是美日的军港和空军基地，以及第3远征军基地，都将被解放军一个个轮着饱和打击。美日联军再狂也没用，毕竟解放军拥有上万发导弹火箭弹、上千架战机和上百艘水面战机，兵力武器装备占据绝对优势。如果这个时候美日赶在统一大业进程的关键时刻出手阻拦，解放军会将停泊在日本的美第7舰队与日本海自的航母、驱逐舰等大型水面战机全部击沉。日本空自和美军空军基地的机场
也将被解放军采取间隔的饱和式打击瘫痪，他们的战机根本无法起飞。所以说到了现在，比尔曼中将还在胡扯什么阻挡解放军武统之类的言论，纯粹就是幻想和唯心主义了。解放军的实力足以短时间内拿下台岛和拒止美日联军的威胁，这一点是不以比尔曼中将的意志为转移的。